口味不如传统烤鱼过瘾，新鲜度不如清蒸鱼讲究。纸包鱼风光几年，火遍全国，却在巅峰过后迅速遇冷。曾经排队打卡的纸包鱼，为啥没人吃了呢？明明当年的纸包鱼号称纸里包不住的火，让不少吃货排到腿软。可打开地图软件搜索纸包鱼，画面上密密麻麻的小红点背后，跟着一个个灰色的标签，已关闭、暂停营业、永久关闭。在夜市、街角、商超里随处可见的纸包鱼馆子，怎么突然间就集体销声匿迹了呢？时间回到6、7年前，满大街的餐饮创业者都盯上了这锅纸里的钱，只需几张烘焙纸裹着腌好的鱼，倒上料包，往电炉上一焖，10几分钟就能上桌。这对想赚快钱的老板们来说，门槛简直不要太低，买个电烤炉，备点调料，连掌勺大厨都不用，请零基础也能把生意支棱起来。特别是在2019年左右，纸包鱼更是迅速杀出重围，成了夜市大排档里最出片的顶流。各地冒出的加盟店、自营店密密麻麻铺满街头巷尾。但如果你留心观察街边动向，会发现一个很扎心的事实，那股让人趋之若鹜的纸香味似乎已经散去了。纸包鱼在前几年确实经历了飞速扩张的黄金期，各大城市的门店如雨后春笋般涌出。但从2024年开始，门店数量一路狂泻，这巨大的落差背后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难道真的是吃货们把纸包鱼吃腻了吗？别急，把这口锅全甩给消费者并不公平。一方面，纸包鱼的商业模式虽然入手门槛低，但它光鲜表象下藏着太多技术性 bug， 首当其冲的就是标准化的问题。很多活鱼本身就带有很重的土腥味，为了掩盖这股令人生厌的泥腥气，绝大多数市面上的商家选择的是直接上预制料，主打看酱不看鱼的策略。但这种做法对食客实在不太友好，鱼新不新鲜不重要，一开袋子满嘴都是调料包的味道，关键是不同店铺调的酱味道天差地别，很容易让消费者踩雷，尝一次味道不太对的，第二次就再也不愿踏进纸包鱼的门了。而且很多新手店主在开店后才发现，纸包鱼的魂在于鱼的处理和酱料的配比，好一点的做草鱼、黑鱼，但草鱼的鱼肉最难做，对工艺要求很高，稍不注意鱼肉就老了，没手艺又想赚快钱的怎么办呢？换成没什么刺、肉质怎么弄都不会老的巴沙鱼，这样一来，大量的进口冷冻鱼肉冲击着市场，掩盖在重油重料下，消费者根本尝不到半点活鱼的鲜花爽口。时间久了，谁还愿意花钱去吃一份全是冷冻食材包的料包饭呢？更何况纸包鱼的弊病可不止如此。纸包鱼在打开之前，纸包内在烧烤盘上被隔离开焖煮，肉质软嫩，肉质蒸烤出来的方向混合饱满了汤汁。但对于当今追求刺激味蕾的食客来说，未免太咸寡淡。相比之下，烤鱼是先油炸封皮，在重油重辣的红汤里持续加热，那酥脆外焦嫩里夹着滚烫汤汁入口的层次感，真不是纸袋焖出来的温柔鱼肉比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不仅有大量的快餐店被动倒闭，更有不少原来经营纸包鱼的店家主动改行去卖酸菜鱼、传统烤鱼，甚至是做日式的居酒屋烤鱼了。主打就是一个不同风味，食材更透明。如果你持续关注过近2年的餐饮财报，就会被一份接一份触目惊心的数据吓到变脸色。来看个大背景，2025年餐饮关店率预计从疫情前不到20%，直接飙升至恐怖的48.9%，接近一半的店被扫荡出局。全国餐饮人均消费跌回了33元，降幅超过20%，消费者真真实实的把裤腰带扎紧了。纸包鱼的品类客单价本身就是个危险信号。据分析，太多门店的人均消费恰好卡在50到60这个档口。干过店铺的都知道，人均到了40、50元的情况下，商家为了保证薄弱的毛利，就很难坚持用活鱼现做，只能被迫以次充好，用冻货跑量，最终食材关过不了，哪来的回头客？另外，整个社会消费心态的转变，更是给了传统纸包鱼一记重锤。当代年轻人对活鱼自选、透明厨房变得越来越执拗，做真正的石锅鱼之所以能长盛不衰，靠着就是那一锅冒着泡泡、现杀现宰、端上桌的活态烟火气。所以在餐饮行业的层层竞争下，纸包鱼的淘汰几乎是一种必然。它的模式太容易被别人复制了，无需大厨，只靠料包，加工门槛低，表面上谁都能入局，实际上却是谁都无法杀出突围。一旦低价混战降临，闭店就是他躲不掉的宿命。